洗碗池下水管经常堵塞溢水有臭味，不用花钱请师傅，教你一招修理几分钟疏通好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明家魔法。平时我们洗菜、刷碗的时候都会有残羹剩饭这种小碎渣直接堵住下水道，这个洗碗池已经被堵住了，那么我们就继续接水，接到半池的水就可以了。然后再拿出空调矿泉水瓶，在里面接满水，直接把这个瓶子倒扣过来，直接戳在这个下水道的下水道口里面，用力的挤压这个瓶子。当我们挤压的过程当中，您会发现有一些空气是往下的，那这个水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，就可以很好的把这个下水道里面的残渣的直接给疏通下去。我们再把这个洗碗池刷洗干净就可以了。视频已经看到这里了，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请您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，您的每一个点赞都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与鼓励，谢谢大家啦。洗碗池下水道有一些油污的，被油污堵住了，可能用这个矿泉水瓶就不是很合适了，那怎么办？大家也不要着急，先烧上一壶的热水，在我们这个下水道口倒上洗洁精，然后再加入些小苏打，再加上一些白醋。那我们这样全部加完以后拿过来，这个烧好的开水，大家一定要记住是开水哈，往这个下水道口里直接倒水就可以了。这个小苏打清洁能力是非常强的，这个洗洁精清洁能力也很强，加上这个白醋，它们发生化学反应，会形成这些大量的泡沫，把这个油污通通的带走。热水也可以起到一定的软化污垢的作用。通过这样一冲，油污就会通通的被冲洗下来，直接被冲走了。我们每天都要使用洗碗池，一日三餐洗菜、洗碗、刷锅都在这里，日子久了，油污和食物残渣就会大量堆积，一旦水管堵塞，不仅会给我们带来不便，还可能引发更严重的后果。那么，怎样才能有效地预防水管堵塞呢？我们每个月定期清洁水管，避免污垢积累。可以使用专业的清洁剂或自制的环保清洁剂，倒入水管内，用开水冲洗。这样可以有效地清除水管内的污垢，预防堵塞的发生。使用水管的时候要注意一些细节，在洗菜、洗碗的时候，应该将残留的食物或油脂倒入垃圾桶，不是直接倒入水槽。在洗浴时使用过程中，最好不要将头发、纸巾等杂物直接冲入排水口，以免造成堵塞。安装水龙头过滤器，可以有效地阻止污垢进入水管。过滤器可以阻挡大颗粒的杂物，保护水管的畅通，只需定期清洗过滤器，就能轻松预防水管堵塞。厨房下水管道堵塞让人很头疼，这就需要我们平时在厨房用水时多加注意。建议大家在洗比较油的盘子时，尽量用温热水。洗菜的水池要安装过滤装置，并且要做到及时清理。油腻的剩菜饭汁和含有油脂的食物残渣，冷却后会凝固成块，堵塞管道。
建议使用食物垃圾处理器或将其密封包装后丢弃，切勿直接倒入下水道。面食、大米、蛋壳等看似细小的食物残渣，实则能在管道内吸水膨胀或相互卡住，形成堵塞。因此，烹饪时应小心谨慎，避免食物残渣进入下水道。装修期间，涂料、沙粒、水泥块等重物严禁丢入下水道。它们不仅难以被水冲走，还会成为其他杂物的附着基础，加剧堵塞风险。请监督装修人员文明施工，妥善处理装修垃圾。每次清洗碗碟时，要将盘中的剩菜残渣倒进垃圾桶内，最好再用纸巾将盘中的汤汁用纸巾先擦拭一遍，之后用热水加洗洁精清洗，可避免油脂流入下水道，凝固而堵塞下水道。此外，清洗餐具时，最好将水池内的水一次性放完，利用冲力可将下水道内壁上的污垢冲出，避免堵塞。对于家庭来说，下水道堵塞的问题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不便，但是使用小苏打这种方法可以非常简单地解决问题，而且充分体现了生活中的便利性，同时又避免了环保问题。在卫生间洗澡洗头时，有些朋友喜欢掀开地漏盖，让排水更快。殊不知这样做会导致下水道口处滞留许多掉发和其他物质，从而导致水流不下去。最好定期用热水调配洗衣粉掉入下水道中，可达到溶化油污的效果。管道堵塞是一个十分常见的问题，我们可以从预防和处理两个方向入手。采取行之有效的预防措施，可以减少下水道堵塞的概率，而在管道出现堵塞时，则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选择不同的管道疏通清洗方法。新技术的推广也为我们提供了更多解决问题的选择，我们就可以避免下水道堵塞对我们的生活和环境造成不良影响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以上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帮我点个赞，加个关注吧。谢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明天视频再见。